問題ないな。他竟然说没有问题，这一看不就是个成年人的肝脏吗？照这个大小推断啊，原本的肝脏至少有1200克。再切小一点不好吗？肝脏切小了还是会长大，切小了没用。话是这么说，这么大放不进去也是没用的呀。别急，看看他后面怎么做。今から肝病変の摘出を始める。はい。接触。这样。肝病変の摘出。今から移植を始める。はい。他现在是要把肝脏放进去了吗？应该是。这是个好办法。啊？这个警察有点意思。啥意思？看到没有？他把移植用的肝旋转了90度。他确实可以利用横膈膜把肝脏放进去，但是肝静脉呢？这完全连不上呀。就是不要按照常规缝合。今から肝臓の過大静脈の縫合を始める。はい。幸太郎，这是。你看啊，他把静脉十字形交错。哦，明白了啊。吻合的是患者静脉和供肝静脉的一个十字交错点，形成了一个十字循环。哦，这不仅节约了休整肝脏的时间，还考虑到了之后肝脏供血的问题，而且同时解决了肝脏长大之后的体积问题。厉害啊！是厉害，但是之后才是重点。手术做了这么长时间，出血才那么一点儿。刚才移植进去的肝脏是冷的，如果这个时候输液的话，身体的温度反而会骤降，而且如果肝脏里有保存液的话，还会引起心脏的骤停，也就是最有可能出现意外的时候。ペアンの解除。肝臓に血液を流す。はい。ペアンの解除完了。はい。今の状態は安定しています。おお。金山你好，邓桑，我是金山亲戚，以前学过一点，多多关照。段医生，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我只是有些担心啊。担心？担心哪方面？术后出血？你的手术非常干脆，基本上没有多余动作，应该说技术上导致的出血几乎不可能。对于用药方面，我也很注意，出血的几率很低。吻合处你也做得很仔细，胆道漏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那你担心什么？术后感染？也不是。那排气反应？这个是有可能的，但这次活体干预剂使用的是轻体干预剂，排气反应也会相应减弱。血管，你有考虑过血管吗？你应该知道吧？干预剂的血管问题大多是由技术不当导致的。移植肝的血管比较小，再加上肝静脉变异，很有可能造成肝静脉或门静脉血栓。这样早期一般会予以再吻合，但如果不是我技术的问题，术后早期不容易发生。你现在也没法观察出来，只能等到以后发生时，才能进行二度干预剂。真的只能是这样吗？不是吗？井上先生、この数日中国人の先生と接触をされてどう思われますか？公開手術は順調に進められると思われますか？私がそこにいれば問題はない。君は公開手術の相手に不満があるのか？ただトン先生のことが心配だ。トン先生はみんなからのお墨付きある。一体何を心配されてるんだ？トンさんと握手をした時、あることが分かった。彼は手に怪我をしていた。あの程度の怪我ならすぐ回復し、日常生活に影響はないだろう。それに一般の医師並みの手術もできる。ただ無虚血性肝移植の場合はそう簡単ではない。夏大夫，夏大夫，夏大夫，天天，哎，天天怎么了？我儿子怎么了？有救了！小白说你们找到救天天的办法了。对，要想降低天天的肺动脉高压，只能直接采取口服的方式。口服？可是口服不能直接进入肺部起效啊。而且肺部和一氧化氮能起着相同效果的药好像根本不存在吧？当然存在，而且作为医生，我们都应该知道。什么药？西地那非。西地那非？西地那非在进入人体之后，会自行产生一氧化氮，对肺部有很强的作用。只要适当调整剂量，它会达到和一氧化氮一样的效果。姐夫，要不是你想出办法，我真的……这个办法还真不是我想出来的。我是这个办法就是这么来的。姐夫，太谢谢你了，天天真的是……你先别急着谢我，现在还有最后一道难关。最后的难关？对。
西地那非在治疗儿童肺动脉高压上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认可。为什么呀？因为剂量，西地那非在成人身体里使用比较安全，但是在儿童的应用上，如果剂量使用不当，只会增加死亡率。那难道还要在天天身上进行临床试验，来确定剂量吗？总还是有办法的。我已经拿到了其他医院西地那非的使用数据，小潘呢这几天也记录和采集了天天的数据。只要这2种数据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建立体外数据模型，进行模拟实验了。可是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咱们医院的设备恐怕……我当然明白，不过有一个地方可以满足我们所有需求。只不过这次我们可能得坑谷老师一把了。魏院长，这次宝康愿意外界实验室来支持我们对病人的治疗，真的是非常感谢。病人终归是病人嘛。那么关于这个实验室的租赁费，不用。不用。我听说你们最近在和日本的医院联合公开手术。啊，所以你是想参与跨院合作研究？通过体外模型建立推动西地那非小儿肺动脉高压的研究，不是很有意义吗？啊，也就是说，我们提供病人，你们提供最尖端的医疗设备，互惠互利。那么，论文的署名权，啊，当然，你们自然是希望自己能放到第一位，这样毕竟对融资有利啊。对于我们同心来说，也没什么大碍啊。你们愿意拿到第一署名权，同心就给你们。毕竟私立医院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嘛。那同心想要得到什么？老师，数据有了。有用的数据不多呀，这份数据先留下，这些没用了，销毁。都。现在药量和体重比是确定的，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是每3天要加1次药量，是吧？对。もしもし。あ、はい。佐藤君。え？今の状況は？血圧が下がっています。冠動脈血栓ではない。門脈血栓でもない。Out-for-blood。移植肝的血管比较小，再加上肝静脉变异，很有可能造成肝静脉或门静脉血栓。アウトフローブロックだ。一体どうなってんの？井上さん、完璧な手術だったのにな。Out-for block，什么意思？我们这边叫 HVOO， 肝静脉回流受阻，由门静脉流入的血液不断的送入肝脏，
又无法通过下腔静脉流出回流到心脏，在肝脏里不断累积。但是这种情况的话，不仅会让肝脏肿大坏损，而且还会直接影响心脏。所以井上需要在第一时间来阻断门静脉。門脈を遮断する。はい。虽然这样紧急处理可以阻止血液继续流入肝脏，但是肝臓の腫れを防いでもまだ状態が続け肝臓が損傷する。これは一体どういうことだ。この前の手術は完璧だったじゃないか。上次的手术是很成功。あ、何が言いたい。井上。血液现在之所以没有办法正常流出肝脏，是因为你使用的成人肝太重了，过度压制住了它的下腔静脉，导致弯曲而形成的阻塞。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先植入支架，把受压和堵塞的静脉撑开，让血液流出来再说。可是为什么井上不把孩子送去介入治疗呢？因为这种一般情况只适用于成人，如果是孩子的话，移植进去的肝脏会在身体里继续生长，时间一久，植入的支架和肝静脉不匹配，最终只会对静脉回流不利。那他是想把植入进去的肝脏先取出来再说了。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时间来不及。井上先生、どうしますか。其实还有一个办法，你可以想得到的，截断下腔静脉。对呀，只要截断了下腔静脉，在肝前搭桥吻合，血流就通畅了呀。先生、可能静脈の切断はしますか。你疯了吗？可是他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他不是不做，他不敢。为什么？下腔静脉是下半身血液回流入心脏的必经的血管，如果要是掐断的话，下半身就没法回流了。このままではこの子の命が危ない。ドン先生をオペ室へ。先生、これは大丈夫ですか。先生。手术服。他什么时候进手术室的？トシ先生、どうかお願いします。何としても無事に手術を完遂を。我是个医生，救人是我的职责。病院中が君に期待しているぞ。这次的手术风险很高呀。我对子昂有信心。我也是。如果只是因为有失败的可能性，难道就不去救人吗？哎，我就是随口一说，没说不救啊。你是打算怎么做？阻断他的下腔静脉。这么做，你能有多大的把握？风险是有，如果不做，他一点生还的机会都没有。但是如果我们配合得好，他还有一线生机。你觉得呢？
这去。肝脏虽然是保住了，但是下巴这局，你打算怎么办？紧急搭桥手术。在截断的下腔静脉上搭桥，他是想绕过肝脏吗？确实，这样一来就能解除压力的影响，让下半身的血回流。虽然子昂的手已经痊愈了，动刀是没问题，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做血管采集还有搭桥，可能来不及啊。来得及的。他已经想好怎么办了。这种重度的肝病患，就算不通过肝脏，也早已产生替代下腔静脉回流的侧支循环，就算量不大，也足够拖延时间。肠系膜血管采集完毕，现在准备搭桥。この若者は大したものだ。全てにおいて配慮が行き渡っている。谢谢。不管。我觉得他可以的。当然了，不会是这么大声。牛！我必须收回之前说过的话。等一下，很高兴有你这样一个在能力上可以与我并驾齐驱的合作伙伴。我也要多谢你们的配合。干杯！来。咱们今天这个手术做的真漂亮，可不嘛，井上这么厉害的人，今天都主动过来找你握手呢。稳住啊，这才哪到哪儿？真正意义上的决战是过2天的公开手术。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啊，千万别掉链子。放心吧，没问题。ケンチ、先生は治せるで言ってたよ。きっと大丈夫。やだ、学校行く。发什么呆呢？学校行く。走啊！ケンチは絶対良くなるからね。你问那个孩子啊？那只是个大麻烦啊！怎么麻烦了？你看了就懂了。这是没错，在胰脏很糟糕的地方长了肿瘤。胰脏要是长了像这样的肿瘤，往往会和胰管产生痉挛现象，导致没有办法完全拆除肿瘤。只不过这个孩子只有轻微的细小部分出现了痉挛，如果不精通影像解读的医生，很难察觉到细微的不同之处。
而有些人察觉到，也会以为医管上凹凸不平的黑色部分是有炎症的可能性，这往往就会导致误诊，错误的选择了做切除手术。还好浸润的还不是很严重。但就是因为不是很严重，如果真要做起手术来，就更困难。这个手术的难点在医管。没错。医管中有腐蚀性很强的胰液流通，切开后，刀口会因为胰液的原因很难过愈合，产生遗漏。如果没有发现这边旁边的轻微浸润，擅自把肿瘤给全部切除的话，就会损伤医管。如果要是发现的话，就只能为了保护医管的完整性，而留下部分的肿瘤。不管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方法，都会以失败告终。先生，你怎么看？我也想听听优秀的内科医生的意见。我们可以试着用分子靶向治疗来缩小肿瘤，尝试看有没有办法解决浸润的现象。但是如果投药之后没有变小的话，危险会极大。从常规来看，还有另一种选择，切掉一半胰脏，然后和空肠吻合。可是孩子还这么小，切掉这么多胰脏，会有很多术后并发症。ちょっといいか。皆さんにお話があります。因为好。この患者の治療は困難を伴うものであり、オペの成功率も低い。君たちは今後この子に関わらないようにしてくれ。この子は明日退院することになった。最善は尽くした。保護者が治療方針を変えたんだ。なんとかならないのか。これ以上できる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それより効果的な医療に力を注ぐべきです。井上さん、早く切り替えてください。他にも患者は待っているんです。小林事务长，虽然现在没有办法，希望您能和家属沟通，给我们点时间考虑，说不定就有新的转机。分かった。できるだけ連絡を取り合おう。圭太君。こんにちは。これをつけてもらえますか。どうも。はい。こちらは今回の手術の執刀医井上先生と中国から来た東志子先生です。はじめまして。今回私たちが選択した肝移植手術は従来の方式とは違い、熱移植の手術法を取り入れます。一般的な移植は移植に使う肝臓を取り出すと、その肝臓は血液供給がされていないため壊死しやすいんです。そのため冷凍保存をし、それから子供の体内に再移植するんです。冷凍法にはオペ時間に厳しい制限があります。それに冷凍した肝臓を子供の体内に移植し、血液を流せば温度差が生じやすくなり、心臓停止になる確率が高くなります。其实热移植说简单一点，就是把肝脏取出来以后，并不按照传统的方式把它冷藏起来，而是持续的供给它血液，让它处在一种活跃的状态。这样一来呢，也可以排除之前冷移植所遭遇到的很多麻烦和纠结。これは中国で最近開発された手法です。私たちは中国の小児外科の専門家とともにこのオペを行います。お願いします。我再介绍一下，后面你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呢，会有这位王医生啊为你们对接，包括脏器的保管也是由他负责。健太のこと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迷惑かけて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調子はどう？良くなった。これは何？
クラスのみんなからもらった。ケンジ君ね。うん。人気者だよね。こんなにたくさん言葉もらって。一緒に卒業する約束したよ。お姉ちゃん、僕退院できる？もちろん一緒に頑張ろう。はい。約束。来，慢点啊！来，小心楼梯，小心楼梯啊！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别着急，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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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还行吗，朋友们？还行。注意点肚子啊！我去趟厕所，一会儿回来帮你啊。疼了，朱老师，疼了。建池出院了，昨天不是说好跟家属沟通的吗？看看再说吧。什么情况？真的就这么出院了？今天一大早就办理出院手续了。我去找小林，昨天说的话都白说了。哎，你去哪儿找啊？你怎么不跟着大米一起去找啊？如果家属执意出院，小林也没有什么办法。看来你已经开始理解小林了。小林也不容易，要平衡病人和医生的关系。小林他作为医院的经营管理者，其实他也是有难言之隐的。昨日は家族としっかり相談しましたが、ここに至り具体策もない今、退院すると要求されては我々も仕方ありません。孩子情况怎么样了？唉，昏迷的情况好了一点。是，虽然给孩子用了人工肝，联合治疗他的肝硬化、肝衰，还有肝性脑病，但是还是尽早移植为好啊。怎么了？惦记你们家浩克了？我有那么黏他吗？我是在想小剑池呢。能讨论的都讨论完了，啊，接下来大家手术加油吧。后面还有预约的病人吗？哦，没有了。好，去歇会儿吧。嗯。嗯。
嗯。加油加油，家人最强！加油加油，家人最棒！Fighting！这么土的口号，一定是说给你听的。别想借名字甩锅啊！真是谁呀？我可不认识。Please proceed。汗登場しますね。你好。嗯。现在开始对活体肝以及专线者进行肝左叶拆除手术。好。第二手术室的手术已经开始了。第二オペ室は始まってます。ちょっと貧血がありますね。病に座りますか。谨慎起见，背上吧。はい。大哥。腹腔拉钩。会不会受影响？没问题。接下来准备竹竿。好。手术开始。镊子、纱布，进。血液阻断。电刀。镊子。肝脏转移箱已准备就绪。なるほど。いわゆる熱移植はつまり肝臓を取り出す前に体内の修復システムに肝臓を接続してもともと供給する血液をブロックすると同時に肝臓の代わりに血液を供給するんだ。肝脏穿石。はい。大哥。
叶子。天哪，怎么粘连的太严重了吧？院長、どう思われますか？この程度の癒着でさえ剥離できないのなら、肝臓を取り出すのは無理だ。就算是取出肝脏，也不一定有足够的空间留给移植进去的肝脏生长。也就是说，肝脏移植根本行不通。这情况是比我们遇到的还要厉害啊！肝脏到了。怎么了？这个，汪航，你怎么看？虽然意料到会有粘连，但因为送来之前的手术治疗和肝衰竭的恶化，使肝周的组织结构和肝脏血管、肠管粘连严重。如果要全部剥离的话，3小时，最快也起码要3小时。如果是以前的子昂，手速绝对能够达到，甚至还能更快。可现在，王航，你能想办法能维持多久？4个小时。你这样，准备剥离腹腔里。邓老师，上次你和程志涛轮流对付粘连，虽然成功了，但是这次比上次时间要紧。同时进行就可以了。你继续这么打算的吧。当時でやる？大丈夫か？ほら、そっち発話してんじゃねえの？监督，叶子。备血，10个单位。なかなか手際がいいな。这还能有我快？确实很快。可是再快，也肯定来不及赶在时间之内把粘连都剥离完了。もうすぐ時間切れだ。子供には耐えきれない。なぜまだ続けるんだ？当然彼らも分かっているはずだ。だがな、こんな状態においても患者のことを思い、わずかな可能性をかける。それが本当の医者というものじゃないか。何是他？啊！你们还打算是什么时候变成他手术室里了？哦，来来来，王老师，快点啊！哎。容体は？8歳の男の子、熱があり、腹痛を訴えていました。呼吸困難が起きたと音をしました。血圧が下がっています。影像医生，急救中心联络，胰腺肿瘤破裂患者，要求紧急手術。俺が何してるのかわからないのか。井上、今この病院でこの患者を救えるのはお前だけだ。おい、今すぐ中の音声を切れ。井上医生，井上医生正在手术中，不能离开。没错。
我们现在的患者就在人间。この患者は前に保守的な治療を選んだ検事。その子は病状が悪化して戻ってきたんだ。接收这个孩子。刚刚说什么？我说接收这个孩子。你知道自己现在在做什么吗？严这个才是你的患者，他的年龄程度这么严重，你要现在离开，他会怎么了？生命是平等的，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能放弃。你有把握吗？我已经想到了坚持的手术方案，你也应该有处理紧急情况的经验。况且我把我的团队都留给你了，我相信你们可以做到。好，那你去吧，这边我们来处理。那坚持就拜托给你了。大山君に言って患者の子供を第9手術室に移送させるんだ。ダン先生、君に任せたぞ。佳佳，后面就交给你了。行了，我会帮他善后的。院長、それではリスクが高いのでは。確かにこの状況ではリスクは避けられない。だが人を救うのは医者の使命なのだ。もちろん患者が最優先なのだ。それに彼らを信じるんだ。君上医生，请放心的交给我们吧。好。中継を続けてくれ。それと会場周辺の説明は頼んだぞ。あ、わかりました。おい、中の音声を把握しろ。あ。我们继续，镊子。你得跟得上我吗？不试试怎么知道呢？情况怎么样？安定しています。期日お願いします。腫瘍の破裂による大出血、出血手術をしている。どうする？孩子还太小，我不主张全治。Nice。皆様、今しばらく静粛にお願い申し上げます。これから重大な発表をいたします。緊急の手術のため、執刀医の一人が現場から離れることとなります。まもなく執り行われるのは、肝臓の熱移植と脾臓腫瘍切除の手術であり、2つの手術は同時に進行されます。当然やるんですか？でね。っていうことは、緊急を終えてすぐに移植に戻るっていうことですか？邓老师去做急救手术了，那另一个主刀大夫该怎么？焦老师。早いな。副石灰科獣医師長、そして腫瘍の室、わずか数分間だ。确认一线肿瘤，准备进行一线肿瘤切除术。口
ここまでの救急処理は良かったんですけど、今からの入着じゃ全然時間かかります。才只剥离了肝左叶的部分，肝右叶的大头还有大片粘连，时间太紧了。肿瘤切除完毕。嘘だ。切除完了だと。マジですか？まだ？早いですね。この子の場合は膵臓腫瘍が膵管に浸潤してる。そこまでひどくないはずだが、局所切除なら可能だ。しかしこの浸潤、どうすることもできない。膵管に浸潤してるのに気づいて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いや、膵臓の半分を切除し、そして残ったものを浮上につなげ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か？这个孩子的情况，用这种切法，起码要切除1/3的胰腺，而且就算再怎么保留，仍然要切除被浸润的胰管。切除后可能会发生遗漏，严重的话，最终还是会害死这个孩子。子昂，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下面应该是肝右叶了吧？粘连剥离完成。完成。皆様静粛に、今しばらく静粛にお願いします。何やってるの？井上と段津庵は気が確かか？膵管外の膵液切除完毕。膵管を切ったら融合したんじゃないのか？所以根本就不需要缝合。縫合しない？膵管を開いて膵液を流すつもりか？接下来准备切开12指肠。12指肠，他要用12指肠和胰腺吻合。この切り方はもしかして…原来是这么打算的，不是选择直接沿横切线把胰腺一分为二，而是以胰管为中心将下缘一分为二，切除掉肿瘤及其破裂影响的部分。这样一来，就只有1/4的胰腺被切除，周边的血管也能够得到保留。准备缝合腹肛里。他切开12指肠，他是用切开的部分来包住胰管。之前的胰腺切法正好形成了一个弧度，在这种情况下用12指肠包住，就算是胰液流出，也只会流进像胃一样有着黏膜的12指肠里面。但是这种切法不会导致食物反流吗？如果单纯为了保住胰腺，只是沿边缘对浸润部位进行挖除的话，就会在胰管上留下一个缺口，12指肠中的食物因此很容易堵塞。但现在这种切法，从浸润部位往下一起被切开，就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明明没有完全剥离呢，现在这个状态，别说移植了，就连他的肝脏都没法摘除。通报，第9手术室，丹泽安医生，胰腺肿瘤切除术基本完成。大規模別室、鄭先生が執刀する膵臓腫瘍切除手術終わりました。谨慎。井上君，你在どうしたんだ？不会破罐子破摔了吧？这个人别管他了，我们继续吧。叶子剪刀。
等等，哎，焦老师怎么也停下来了？間に合わなかったのか。老子啊，加油吧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还没有完成玻璃呢。硕士沟通。嫂，你该不会是要 APOLT？ APOLT。この男、ふざけてるのか？辅助性部分原位肝移植。一般的肝移植是直接将全部病肝切除，然后缝合上捐献的公肝。辅助性部分原位移植呢，则是在保留病人原来的病肝或者部分切除病肝的基础之上，同时移植进供体肝脏。难怪井上一开始指定着肝左叶进行剥离，这样即使没有剥离完全，也可以继续进行移植。井上君と丹さんは別々の手術室にいるが、どうやって同じ方法を思いついたんだ？我继续负责年年玻璃。拜托了。难道赵家人一开始就知道井上的打算，所以按照井上的步骤进行剥离？恐怕不是，他只是比我们更相信邓子昂罢了。但是，可是这术式存在着致命的弱点，甚至手术结果都很不理想啊。王航现在肝脏有没有问题？移植肝脏没有问题。辅助性晶体肝原位移植术现在开始，严禁。这种做法确实能解决粘连严重到没法全肝摘除的问题，但是因为两个肝脏同时存在，会出现排斥反应。这种手术的结果往往是自体的肝脏再生，而移植进去的肝脏会萎缩死亡，也就意味着手术失败啊。近几年来，这类手术常常被运用于找不到肝源的病人身上，用可能不太合适的供肝，在药物的帮助下来维持功能，然后来争取原本肝脏再生治疗的时间。但移植仅仅是一种手段，但就算这样，也只是经过选择后确认肝脏有恢复可能的部分患者。この子は助けられるのか？肝动脉缝合完毕，下面是胆管重建，聂总。子昂，我真的搞不懂你要做什么。長が傍聴しています。検視患者を増やしますから。OK，分かった。下面准备结扎连肝胆管。胆管結紮，原来是这么回事。怎么了，院长？他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辅助性部分原肝移植的致命弱点，相反的，他正是因为清楚，才利用了这一点，以毒攻毒。以毒攻毒？辅助性部分原位肝移植之所以会失败，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移植进体内的肝脏呢和自身没有被切除的肝脏会产生功能的竞争，
所以啊，子昂先从左叶入手，切除了超过50%的肝脏，然后再进行胆管的结扎，这样啊，自身的肝脏就变弱了，自然移进去的肝脏就变得有优势了。这样一来，解决了肝功能的竞争，会萎缩的就不是移植进去的肝脏，而是孩子原本得病的肝脏，让孩子的身体自己完成原位肝脏移植。用同时剥离，缩短年龄的剥离时间，用辅助性原位肝移植弥补无法全部剥离的情况。王航对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的术中管理和与邓子昂争取了时间，然后又利用 APOLT 的自身弱点，变相完成了无法做到的原位肝移植。能够做到这一点，凭的是团队的默契呀。没错。彼らはこんな短時間において、しかも全て計算づくだ。まさかここまでチームワークがいいとは思ってもみなかった。子昂，我这个师哥好像越来越追不上你的脚步了。走之前，自己剪。缝合完毕，开放。啊。ここが熱移植の肝心なところだ。安定しています。 OK， 手术成功。等子。素晴らしい。やったな。素晴らしかった。什么情况？啊，子昂，牛啊！他什么都没看着呢，多牛啊！辛苦你们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アントニー。
険を冒してまで患者を受け入れたからな。この手術は世界から注目されていた。申し分なく完成してよかった。君たちにかけて間違いなかった。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医院？你觉得呢？我问你的嘛，你觉得？一个没有儿科，只有儿科医生的医院，竟然办得起世界性的公开手术，在赤字的压力和人员缺失的压力下，他们还能够运营下去，并且运营的不错，已经很不容易了。也是。医疗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也不只是医护人员在战斗，还需要更多的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支持和参与。我看小林是以经营者的立场，自己在战斗。我怎么觉得你来了趟日本，成了个哲学家呢？人是会成长的。董三，如果有可能的话，我真是想把你留下来，再一起合作一场大手术。希望有这个机会，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都坚持在儿科的第一线。もしもし。分かった。我要去体检。赶紧。警察。井上君は惜別の情に耐えません。だが彼はこの病院の唯一の小児科医なんです。それやあなたと別れを惜しむ時間さえもない。大家都是做医生的，我完全可以理解。希望我们有机会能再次合作。再见。さようなら。園長、園長、大丈夫ですか？もういや、何でもない。ただ彼のことが突然羨ましく思った。何がそしていますか？もし中国同様に多くの若々しく勇気のある青年が小児科に身を投じてくれれば、小児科医がたった一人になることも、小児科が廃止になることもないだろう。改签就改签，干嘛改签那么早啊？你说这么早，万一赶不上怎么办啊？医院有突发状况，能争取一点时间是一点时间。我还以为可以喘口气。医生这口气提上来，就松不下去。子昂师傅说了，轮到他的徒弟们出马的时候到了。跳，好，坐，上，对，哎哈！怎么了，芳芳？你为啥要他们在玩游戏啊？不是这个时候不要互相接触更好吗？
孩子们来到医院啊，多多少少会有些恐惧，恐惧、焦虑、压力都会影响孩子们的免疫力的。我跟他们一起玩啊，是消除他们的紧张感，这样对他们是有帮助的。埃克洛已经全部都用上了，要是这个时候再有肺部病变加重的，就麻烦了。可别乌鸦嘴了。快！来，慢点，轻点。怎么了？累呀。这就不行了？你行，你继续啊。就这一回啊？简直就是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啊！医生，能来看看我家孩子吗？不好意思啊，这里是……医生，求你了，我家孩子情况特别着急。好吧，孩子在哪儿啊？快带我去看看。你们别动不动就怕是最糟糕的状况。如果要是怕的话，等判断清楚再怕。行了，你忙去吧。行，不过话说回来了，你还真的放心让2位家人去负责急性胰腺癌的患者呀？他俩现在可不是菜鸟了，都是独当一面的医生了，我们应该放心。还顶得住吗？我没事儿，你别拖后腿就行了。张医生、古医生，高空坠伤患儿的紧急手术。好，知道了。把病人交给他们，我也放心。我们还有更多的病人需要处理。各地的患者都往我们这边去送，埃克莫和人工心肺根本不够用。星星和月亮一起闪耀，驱散了孤独的寂寥。局长，您要的车位都给你约好了，就在那边了。点头。顾老师，这样的策略也就您能想得出来。如果我们2个医院能够加强合作，不仅可以减轻我们的医疗压力，治疗更多的病人，对你们的研究也是一个促进，不是吗？我听说这次你们的投资人中也有疫苗研发的药企，那么提供疫苗研发的临床数据，不是很好吗？大家熬一熬，加把油，外面还有很多孩子在等着我们的结果呢。宝康医院送来的埃克莫到了。哦，来了。在这个城市里有一个特殊的地方，每年365天，每天24小时，井然有序，不眠不休，永远守护着爱和希望。这里是同心儿童医院，是我们的故事开始的地方。年轻的儿科医生们走进这里，他们将在此一次又一次淬炼自己的初心。救一个孩子，就是拯救了全世界的未来。他们站在生与死的交界处，一次次驱走死亡的乌云，为孩子们找回灿烂的笑容，一次次与病魔的争分夺秒，一个个幼小的生命转危为安，一个个家庭重新燃起了希望。孩子们总会长大，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孩子。当他们需要的时候，儿科医生们总在这里。以下这段话，我希望你们不仅仅是背诵，更要铭记在心，时刻提醒你们自己是一名医生。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与神圣。分组把患者急救队员进行分拣。去票间，氧气皮条液化硼纱布，快去拿。敬佑生命，敬佑生命。只要是在我眼前的，能救一个是一个。平等仁爱，平等仁爱。我们当医生的，偶尔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在安慰。患者至上，患者至上。我正好想到，未来有这么一个人，他的存在有我出过的小小的无形，大家好开心啊！真诚守信，真诚守信。大张。我想让王涵哥哥做我的爸爸。精进审慎，精进审慎。医疗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也不只是医护人员在战斗，还需要更多的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支持和参与。廉洁公正，廉洁公正。不怕啊，不怕。儿科医生治愈的不仅仅是病人，而是整个世界的未来。终身学习，终身学习。努力担当增进人类健康的崇高职责。努力担当增进人类健康的崇高职责。以上誓言，谨记在心，见于行动，宣誓人古立峰，宣誓人邓子昂，宣誓人焦家人，宣誓人古家人，宣誓人王航，宣誓人程志涛，宣誓人李边，宣誓人李边，宣誓人张慧仪。守护健康，促进和谐，是中国医师担负的神圣使命。我们不仅收获职业的成功，还将收获职业的幸福。我们坚信，我们的承诺将铸就医学职业的崇高与至善，确保人类的尊严与安康。